眼前这个女人，在参加自己的葬礼时才恍然大悟，多年婚姻生活中，丈夫一家对她的生死漠不关心，唯一悲痛欲绝的只有自己的老父亲，而她不知如何解释，自己的身躯躺在棺木中，灵魂却附在丈夫情人的身体里。千里和优太在大学时代相识，优太对千里一见倾心，总是找机会接近她。时间一长，两人自然而然地确定了恋爱关系。毕业后，他们顺理成章地结为夫妻。然而，幸福的日子并不长久。婚后的优太变得判若两人，不再温柔，还总是挑剔。不知不觉中，千里沦为了家中的保姆。尽管在家中受尽委屈，千里始终相信，只要她尽职尽责地做好家庭主妇，优太总有一天会恢复往日的温柔。那天，千里在婆婆的差遣下外出购物，却意外目睹了丈夫出轨的场景。千里难以置信，情不自禁地上前质问优太，没想到对方不但不解释，反而对她大声斥责。面对丈夫这样的态度，千里只能上前质问那个年轻女子，为何要诱惑已婚男人？女子却毫不在意，认为自己年轻漂亮是优势，责怪千里年华已逝。被激怒后，千里与女子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突然一辆汽车驶过，将两人同时撞飞，鲜血迅速染红了地面。当千里再次睁开眼睛时，她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优太一直守在旁边。正当千里感动时，没想到丈夫却叫出了别人的名字。千里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。等优太离开后，她急忙站起身寻找镜子，惊恐地发现镜中的自己竟变成了那个第三者的模样。千里从优太那里得知，那场意外已经夺走了她的生命。在葬礼上望着棺木中的自己，千里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。至于为何她的灵魂会附在那个身体里，她同样一无所知。但正因如此，她才得以清晰地看透优太一家的真面目。看着他们连葬礼都未结束，就急切想要离去，千里深感自己过去的付出是多么不值得。更令她心寒的是，优太竟然还秘密为奈购置了公寓。刚结束自己的葬礼，优太就急不可耐地想要与奈共度时光。但她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奈其灵魂已是千里。面对这张年轻美丽的面孔，千里无法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。既然命运给了她重生的机会，她决心利用这个女人的身体来复仇。沐浴时，千里发现肩上仍有未愈的伤痕，显然是车祸留下的痕迹。既然如此，她完全可以借此机会进行一番报复。之前她听闻优太即将与客户洽谈生意，且知道对方是个疯流浪子，她计划破坏优太的这笔交易。为了接近那个客户，她必须模仿奈的行为举止。经过2天半的努力，千里终于掌握了奈的装扮技巧。出门后，她发现许多人的目光都停留在自己身上，因为她的面容太过迷人。在街上，甚至有男生主动搭讪，这让千里感到极不习惯。千里来到酒吧，迅速找到了目标人物。那男人左拥右抱，享乐其中。千里通过之前的练习，已经掌握了奈施展魅力的技巧。只是一个眼神，男人便轻易上钩。千里上前搭讪时，准确地叫出了男人的名字佐藤。佐藤对千里认识自己感到非常意外，他立刻抛开身边的女伴，与千里交谈。佐藤在千里面前不断炫耀自己的见识，尽管千里内心感到无聊，但为了不失去机会，他还是表现出对他的崇拜。千里透露自己很少外出玩耍，这让佐藤更加心动。对方不仅外表可爱，还是个乖乖女，简直是天赐良机。他立刻添加了千里的联系方式，希望保持联系。回到家后，千里对今天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。接下来是扩大战果的时候，随着几次见面，佐藤开始向千里表白，急切希望开始交往。晚上，千里约见优太，并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希望能拍一张合照发朋友圈。优太想着反正妻子已经不在了，便答应了千里。两人拍了合照，千里很快将照片上传到了自己的社交账号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佐藤看到。佐藤确实没有让千里失望，看到照片后，他立刻怒火中烧。他约见千里，并进行了质问。接下来是千里的表演时刻，得知优太不仅是个渣男，还强迫千里做不愿意做的事，再加上发现千里肩上的伤痕，佐藤愤怒至极。第二天，佐藤将优太约了出来，优太还以为对方是要和他谈合作，没想到佐藤不仅终止了合作，甚至还当众羞辱了他。优太一头雾水，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躲在远处的千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就在他耐心等待优太受到惩罚的消息时，却突然接到了一位自称井上的摄影师的电话，邀请他参与广告拍摄。经过短暂的思考，千里接受了邀请。千里的终极目标是摧毁优太一家，因此摆脱对优太的经济依赖至关重要。到达摄影棚后，千里发现负责拍摄的井上竟是自己的大学同学，他甚至还出席了自己的葬礼。按理说，大学毕业后他们就再无联系。井上本不应出现在葬礼上，但他不仅出席了，还是少数几个真正为他的离世感到悲伤的人之一。拍摄结束后，千里忍不住好奇，以朋友的身份提及自己在葬礼上见过井上。得知千里是朋友，井上也感到意外。这层关系让他们的交流变得更加自然。井上提到，他和千里是在大学研讨会上认识的，他工作认真，成绩优异，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。看到井上悲伤的样子，千里很想揭露自己的身份，但又不知如何启齿，只能压抑心中的痛苦，先行告别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千里收到了优太的短信，虽然语气依旧轻佻，但明显可以看出佐藤事件对他有所影响。千里非常想知道优太受到了怎样的惩罚。
然而现实却是他有个有权势的父亲，这样的损失对优太来说根本不值一提，最多不过是一顿责骂。千里感到有些沮丧，自己费尽心思，优太却未受到应有的惩罚，现在竟然还要求他用奈的身体去安慰他。千里愤怒地推开了优太，本以为他会生气，然而优太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道歉。这一转变让千里感到非常震惊，那个曾经对他恶言相向的男人，在情人面前竟如此低声下气，这是作为妻子的千里从未享受过的待遇。尽管愤怒，千里迅速分析了当前的局势，他愤怒地要求优太认清现实，自己既有美貌又有身材，追求者络绎不绝。他要求优太准备1000万现金，否则就结束这段关系。本以为这样可以暂时摆脱优太的纠缠，没想到对方仅用1天时间就筹集到了1000万。原来公司正在谈判几个合作项目，优太利用职务之便向合作伙伴进行了勒索和欺诈。正当优太得意洋洋地炫耀时，无意中瞥见了千里父女的照片，开始产生了怀疑。千里迅速拉近与优太的距离，优太顺势将他扑倒，并开始解他的衣服。为了避免暴露身份，千里只能默许优太的行为。紧接着，优太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欺诈合作伙伴的事情这么快就被父亲发现了。如此严重的情节，即使是公司社长的父亲也无法保他。为了避免公司高层的非议，优太被免去了董事职务，薪水也降至原来的13。优太百思不得其解，为何事情会败露得这么快？感觉有人在背后出卖自己。为了安抚心爱的女人，优太声称这件事不会影响他的经济状况，毕竟妻子已经去世，省下了不少生活费。听到这句话，附身在奈身上的千里感到极度恶心。他告诉优太，如果没钱就趁早离开，自己对穷人没有兴趣。优太恍惚间在奈身上看到了千里的影子，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赶出了家门。优太离开后，千里突然想起之前见过优太父亲与其他女性有染的场景。既然优太的社长父亲一直在保护他，那么就应该直接从源头上摧毁一切。他决定雇佣侦探调查优太父亲的私生活，可能会有所发现。为了深入敌人内部，晚上千里找到优太，提出想要一个名分。优太听后自然非常高兴，第2天便将千里带回了家。起初，优太的父母对儿子带回家的新女友还有些警惕，但千里对这个家了如指掌，他主动提出为他们做饭。由于了解一家人的喜好，他做的食物立刻得到了称赞。但当他听到家人对自己之前的评头论足时，千里感到非常不适。他借口去了洗手间调整心情，正好收到了侦探事务所发来的短信。优太父亲曾被秘书控诉性骚扰，但后来用钱摆平了这件事。至于具体的内容，侦探约千里见面详谈。另一方面，井上在处理工作文件时，发现奈毕业于美容学院，但那天却自称是千里的同学。于是他给千里打去电话，想了解到底怎么回事。千里解释说，是因为工作需要，所以伪造了学历。井上比较单纯，轻易地相信了他的话。为了化解尴尬，千里拿出一根冰棒，分了一半给井上。就是这么一个小举动，让井上再次想起了千里。千里很好奇，这些小事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？没想到井上却说，他其实一直对千里抱有深情，但因为千里已有伴侣，他选择将这份暗恋深埋心底。与此同时，优太在公司电脑中发现，那天投诉他的人竟是自己曾经的下属。他正打算给对方一个教训，却被父亲叫到了办公室。优太本以为是自己又惹父亲生气了，没想到父亲却要求他立刻与奈分手，因为已经为他安排了一桩有利的联姻，这将有助于巩固家族在公司的地位。此外，最近有侦探正在调查自己，优太父亲怀疑是千里找的人。面对父亲的命令，优太不敢违抗，立刻找到千里，向他坦白了一切，并坚称自己心中只有他。千里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优太父亲在背后操纵，他低估了这个老狐狸。得知优太父亲为儿子安排了联姻后，千里感到愤怒不已。然而事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第2天，千里去公司试镜时，井上告诉他40商事也参与了这个项目。佐藤先生看过拍摄小样后，注意到了千里，并和他们谈及了一些事宜。井上好奇地询问千里与优太的关系，因为真山食品也有投资，审查时必定会严格调查，希望千里能如实相告。面对这个问题，千里稍作思考，便向井上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但这显然超出了井上的理解范围。千里此刻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清楚。这时工作人员通知井上，事情已经开始，他让千里先冷静下来，等工作结束后再详谈。在电梯上楼时，千里偶遇了即将与优太联姻的林乃，没想到林乃主动与千里打招呼。从对话中可以看出，林乃与奈早已相识，他此次前来的目的是为了向奈炫耀自己即将与优太结婚的消息。在试镜中，千里的表现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，只有井上犹豫不决，他请求同事们给他一些时间考虑。与此同时，林乃急切地去见优太的父母。优太的母亲好奇林乃喜欢优太哪一点，林乃回答说是外表。他对朋友圈照片里的优太一见钟情，认为他像一块未经雕琢的原石，只要稍加打磨就能成为配得上自己的男人。晚上，优太找到千里，先是发了一顿牢骚，气愤林乃的高高在上，接着竟询问千里有多少存款。面对优太的自私想法，千里表示如果没钱，自己就不能和他在一起，因此优太最应该做的是努力赚钱。井上这边为了查明真相，将千里约到了大学自习室。千里许多无意识的小动作都与井上记忆中的千里一模一样，这让井上不得不相信千里所说的转生。
还记得大学时，自己因搞错了面试地点而沮丧时，千里曾分了一半棒冰给自己，并说只要在15秒内吃完，一切烦恼便会烟消云散。这个方法是千里母亲去世时，千里的父亲告诉他的，非常有效。所以之后但凡遇到不开心的事，千里都喜欢这样吃棒冰。虽然转生这件事有些违背常理，但结合现在的情况，井上宁愿相信千里还活着。参加完千里的葬礼后，井上一直后悔当初没有勇气向千里表白，所以这次他无论如何都不想再错过。面对井上的告白，千里没有拒绝，而是默许了与他交往。在穿越马路时，千里突然感到一阵晕眩，倒在了地上。当他醒来时，已是次日清晨。井上留下便条后便匆匆上班去了。正当千里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时，井上突然打来电话，带来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：千里的父亲在昨晚去世了。得知父亲离世的消息，千里心中充满了懊悔。他还没有来得及告诉父亲自己重生的秘密，井上劝慰千里放下仇恨，向前看。正当千里准备听从井上的意见，开始新生活时，他意外发现了那隐藏的日记和文件，从中得知了奈和林乃之间的关系，以及林乃作为援交女服务过的政商人员名单，其中竟然包括了自己的公公真山新造。当他犹豫是否要曝光这份名单时，优太给了千里沉重的打击。为了筹钱讨好奈，优太利用法律漏洞诱骗千里的父亲卖掉房子抵债，导致千里的父亲因压力过大而精神恍惚，最终发生意外。优太却从中获得了老丈人的意外保险金，并在第一时间与奈庆祝，在情人面前炫耀自己的聪明，榨干了老丈人身上所有的价值后，全身而退。他不知道千里的灵魂已经附身在奈身上。面对这个害得自己家破人亡的恶魔，千里感到极度恶心，极度伤心，以至于晕厥过去。为了报复优太，千里决定深入虎穴。他首先找到林乃提出援交服务，为了防止这些大人物抵赖和暗箱操作，他说服井上帮忙录像。之后他更是找机会将名单目录透露给优太。优太看到自己父亲的名字后，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显得格外兴奋。他终于明白了父亲之前为什么坚决反对他和奈结婚。现在手上有了这份名单，他不仅有了交涉的筹码，更可以以此威胁父亲退位让贤。不仅如此，通过这份文件，他还抓住了林乃的把柄，使得原本高高在上的财阀千金不得不向他低头。就在优太自鸣得意，以为自己掌控了全局时，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掉进了千里为他精心编织的陷阱。而千里这边最近晕厥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一些属于奈的记忆也开始频繁闪现，他甚至能真切地感受到奈的恐惧与无助。千里开始怀疑自己并非灵魂转生，而是奈的意识正在慢慢复苏，因此他无法给井上任何未来的承诺。井上听闻后也是百感交集，如果千里注定会消失，他希望最后陪在千里身边的是自己。时间很快到了新闻发布会这天，井上本想将剪辑好的视频替换掉千里的广告，将名单影像公之于众，却被优太阻止了。原来他早就发现了不对劲，于是偷偷做了防备。然而百密一疏，他防备了所有人，却不知道想要对付他的又岂止是这些他看在眼里的人，受过凌辱的人同样想要将他置之于死地。就任仪式上，优太曾经的手下田上公布了他向合作方索贿以及威胁下属的录音。就在优太准备前去找田上麻烦的时候，没想到千里趁机上了台，直接公布了提前准备好的视频，一举揭露了真山父子和林乃的罪行。优太恋爱脑发作，不顾一切的想挽留奈，但千里已经不想再伪装了，直接摊了牌。得知眼前的爱人实际上是千里的灵魂后，优太彻底崩溃，坐倒在地。事件平息后，千里再次失去意识，但当他醒来时，究竟是千里还是奈，无人知晓。